今天无论如何，你都必须挑一个联姻，这事儿由不得你。是啊，小彩，你就听你爸爸的话吧。妈知道你挑，可这南城3家族的继承人，随便哪一个都是别人求都求不来的良缘啊。哎，你倒是表态啊！不用挑了，3个我都不嫁。父母让我在南城3大家族的继承人中挑选一个联姻，我却毫不犹豫全拒绝了。父母一脸疑惑，毕竟整个南城人人都知道我是4大家族里唯一的女孩，与3个竹马从小一起长大，他们爱我至极。可上辈子他们3个我都嫁过了。第一次我选择了江晨，满心欢喜的以为余生都是幸福。可结婚后1年365天，他有364天都不在家，不仅害我成为圈子里的笑柄，还为了保护他的白月光柳如烟，死在一场连环车祸中。我年纪轻轻就丧偶3年，后来在家族的安排下，我又改嫁顾泽，可顾泽也没把这段婚姻当回事，同样视我如无。婚后第2年，顾泽同样为了柳如烟，在一场赌命赛车游戏里丧命，我因此背上了克夫的名号。在30岁那年才又嫁陆岩，这一次我们相敬如宾，安稳到老。可陆岩却在寿终正寝前抓住我的手，只留下一个遗愿：阿才，如果有来世，你不要选我联姻，我只想和柳如烟在一起。我这才知道，原来他们都喜欢柳如烟，所以他们临终前的遗言都如出一辙，不要选我联姻。而柳如烟只是我家管家的女儿，相貌平平，身无长处，只爱每天贪玩过日子。我真不知道自己输在了哪里，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爱柳如烟，爱到为了让柳如烟不被家族针对，甘愿接受联姻。我用一生见证了他们对柳如烟至死不渝的爱情，也用一生明白了一个道理：我迷彩不是谁的配角，不喜欢我的人我也不要了。所以这一世我谁都没选，而是告诉了父母一个新的答案：如果要联姻，我只想嫁云家的云墨。听到这个名字，父母都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色。我爸问：云墨，北城云家的那个私生子，好好的，怎么忽然想嫁他了？因为上一世云墨最后成了福布斯排行榜位列头名的全球男首富，在商界那可是叱咤风云，权柄滔天。既然联姻是为了家族，我就要将这段婚姻利益最大化，和云墨结婚一定是一个百利而无一害的选择。至于爱情，我已经不再奢求了。所以尽管父母不同意，我还是绞尽脑汁找出了无数个理由跟他们说：北城经济发展势头强劲，云氏集团又是北城首屈一指的豪门，你们不是一直希望进军北城，却因为没有根基只能作罢吗？我嫁他就是一个很好的契机。云墨这个人你们不是也评价过，说他虽然是男孩，但是野心勃勃，眼光独到狠辣，来日一定会有一番大作为。听完我的分析，父母都被说服了。一番权衡后，他们最终还是决定尊重我的意愿，主动联系云家，敲定了这桩联姻。之后父亲告诉我：阿才，我们2家已经商量好了，婚礼定在半个月后举行。听到这个回答，我悬着的心终于落地。时间紧凑，父母急匆匆的去准备陪嫁，我一个人呆坐在沙发上，思绪纷乱，百感交集。没一会，门口传来一阵脚步声，江晨、顾泽、陆岩3人推门而入，目光齐齐落在我身上。他们异口同声地问：阿彩，联姻对象你选了谁？听到他们的询问，再看着他们紧张而凝重的表情，我恍惚了一瞬。我们4个青梅竹马一起长大，几乎形影不离，3个哥哥也一直把我当成小公主护在掌心，如珠似宝的宠着。我要什么他们就给什么，我不开心了他们轮番来哄，我被欺负了他们争先替我出头。可现在看来，这一切的偏宠只不过是把我当成妹妹罢了。上一世我以为他们急着赶来追问是因为期待，可现在我明白了，他们都不想被选上，所以才会露出这副表情。讲到这里，我心里涌出一股酸涩，胸口也闷得喘不过气。沉默许久后，我才整理好情绪，哑着嗓子回答了他们：15天后你们就知道我选择了谁。看到我还不肯说实话，他们都有些坐不住了，想要问个明白，可还没来得及开口，我的手机就响了。电话那头传来刘管家声泪俱下的声音：大小姐，柳如烟在路上出了意外，受了重伤，现在在医院抢救，可是医院没有病房了，您能不能帮帮忙，救救我女儿？江晨一把夺走了手机，声音里满是担忧地问：在哪家医院？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，刘管家才哽咽着报了医院的名字。江晨挂断电话，留下一句话，转身就离开了。阿彩，医院的事不用你管，这点小事我去处理就好。见状，顾泽和陆岩也不约而同跟了上去，没有任何犹豫。顾泽说：这家医院在顾家名下，我去找院长解决。阿彩，你在家休息就好。陆岩也说：我也认识几位很权威的专家教授，我去联系联系。阿彩，你就不用操心了。他们都打着为我好的旗号，可其实只是找借口去见柳如烟罢了。那么明晃晃的喜欢，我上一辈子怎么就没发现呢？看着他们飞速离去的背影，我露出一个自嘲的笑。我黯然的转过身，回到卧室，把和他们有关的所有东西都整理了出来。忙完，天已经黑了，我打开手机，就看到了柳如烟发的朋友圈。今天又是被3位大少爷特别关心的一天，配图是柳如烟在 VIP 病房里的自拍，她喝的是陆岩拿手的营养汤，桌上放着江晨的手链，椅子上搭着顾泽的外套。我点了赞，盯着刚刚整理出来的3个盒子看了很久。盒子里装的是我18岁那年江叔叔、顾阿姨、陆爷爷送给我的礼物，也是3家的传家宝。我最终选择留下哪份礼物，就代表着米家选择了哪家联姻。如今我的婚姻大事已经定下，我也是时候给出答案了。我联系快递上门，把3个盒子交到快递员手中，说：麻烦你在15天后按照上面的地址把它们分别寄出去。快递寄出去后，我把刚整理的东西都丢进了垃圾桶。江晨、顾泽、陆岩送我的豪车手办礼物，我们这些年一起拍的视频照片，我亲手给他们设计的西装，所有和他们有关的回忆，就此成了过去式，被彻底埋葬。这一世我绝不会再重蹈覆辙，我专心备婚，没有理会过外界的事。忙了几天，挑好婚纱和配饰后，我回到家就看到江晨、顾泽、陆岩都围着柳如烟，一个忙着调空调温度，一个端着药慢慢吹冷，一个给柳如烟披上了毯子，嘘寒问暖，关心备至。看到
柳如烟像公主一样被宠的，一时间我心里百感交集，酸涩而沉闷。正怅然间，柳如烟看到我，像惊弓之鸟一样站起来，满脸恭敬畏惧地说：“大小姐，您回来了，我马上去给您放热水，准备晚餐，您稍等。”说着就要起身，却被江晨按住了。江晨说：“柳如烟身体还没有痊愈，家里也不是没有别的佣人。阿才，这些小事你让别人做也是一样。”顾泽和陆言也接了话。顾泽说：“看在柳如烟伤得那么重的份上，阿才你就让她好好休息静养吧。”陆言说：“要是家里人手真的不够，我们可以调几个佣人过来帮忙，就不要使唤柳如烟了。”从进门后，我一句话也没说，就被扣上了这么多帽子。我轻舒了一口气，眸光微敛。我知道她只是我家管家的女儿，不是我家的佣人，我从没强迫她做过什么。既然你们这么关心她，不如把她接回你们家里，天天在眼前照顾，就不用担惊受怕了。柳如烟瞪大了眼睛，一头跪倒在地上，冲着我重重磕着头。大小姐，是我错了，我不该生病了就这么懈怠，您不要赶我和妈妈离开好不好？我现在马上去做家务。他额头都磕红了，似是受了天大的委屈。看到他的惨状，三人的脸色都沉了下来。他们连忙把柳如烟扶起来，护在身后，齐齐望向我，语气里带着愠怒。江晨说：“柳如烟什么都没有做错，你无缘无故就要赶走她，你一定要这么欺负她一个小女孩？”顾泽说：“她受了伤，还想着要给你放水做饭，你不关心她的身体就算了，还想逼她离开，你就没有一点怜悯之心吗？”陆言说：“现在她因为你伤上加伤，以后身体不舒服也只敢强撑，把她往绝路上逼。要是出了什么事，你就满意了。”看到他们下意识护短的样子，我的脸色逐渐冷淡地说道：“我什么也没做，就是提醒你们可以带她离开。就算欺负她了，在你们眼里，我就那么蛮横无理、骄纵任性，所以不管她受了什么委屈，都要怪到我头上。”在我一声声质问下，整个客厅都安静了下来。看到他们哑然怔住的神色，一股深深的无力感涌上我的心头。我没有了再开口的欲望，独自回了卧室。心情刚平复下来，柳如烟就端着一杯咖啡来敲门，一脸怯懦地说：“对不起，大小姐，您别生三位少爷的气了。他们是因为太担心我，所以才会在情急下说那些话，是我害得您和他们吵起来。您要怪就怪我吧。”经历过上一世，我知道柳如烟是想装乖卖惨，蓄意挑事，所以没有接她的话茬，只是说道：“咖啡放下，离开我的房间。”听到我冷冰冰的语气，柳如烟愈发委屈，却又不敢多说话。她故意装作不小心的样子，打翻了咖啡，滚烫的咖啡液淋在我身上，把我皮肤烫得绯红，冒起一片水泡。我闷哼了一声，一把推开了拿着纸巾想帮忙收拾的柳如烟，柳如烟却趁势往后一倒，一头磕倒在桌上，额头撞出一个血洞。女人的痛呼声瞬间响彻了整栋别墅。我还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，江晨、顾泽和陆言就踹开门冲了进来，看到柳如烟满头是血昏倒在地上，三个人都慌了。顾泽一把推开挡在身前的我，江晨第一个上前扶起柳如烟，陆言替她捂着还在流血的伤口，他们护着柳如烟狂奔而去，没有人理会撞到玻璃展柜上的我，玻璃被撞得粉碎，四下飞溅着在我身上割出一道道血痕，鲜血染红了我的衣服，我痛得脸皱成一团，身体止不住的颤抖着，直到眼睁睁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身影，我再也忍不住，眼泪夺眶而出，我心痛到难以自抑，脑海中只剩下最后一个念头，我要离开他们的世界，永远不再和他们产生任何交集。忍着痛去医院处理完伤口，我拿着医生给的药方去取药，在隔壁病房看到了几道熟悉的身影，顾泽三人正守在柳如烟病房前，眼里是掩饰不住的心疼。江晨说：“我早就说过，柳如烟性子软，让她留在米家只会有受不完的委屈。联姻的事定下来，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把她接出来，我不想再看到她受到一点伤害。”顾泽说：“如今我们父母都知道了，我们真正的心上人是柳如烟，我们必须保证她的安全。所以不管阿才选择了谁，被选中的那个人都必须毫无怨言地答应这门婚事，这样家族才不会对柳如烟下手。”我默默注视着这一切，心脏骤然剧痛。原来这就是上辈子他们明明不喜欢我，却还答应了这桩婚事的原因。他们自以为牺牲了自己的幸福，保护了心上人，可是毁掉的却是我的一生啊！我低下头，笑着笑着笑出泪来。他们大可以放心，这一次他们谁也不用牺牲了。整理好情绪后，我擦干泪想要离开，手机却响了。忽然响起的闹钟惊动了病房里的三个男人，他们推门出来，看到我都有些意外，他们一个接一个的问我：“你怎么在这儿？是来给柳如烟道歉的？你来多久了？刚刚是不是听到了什么？你身上怎么也受了这么多伤？怎么弄的？”面对他们的问题，我一一回答了。他们身上的伤是你们为了救柳如烟推我时撞到的，我来医院是为了处理伤口，不是来给她道歉的，因为她先把热咖啡泼到我身上，我才推开她。至于碰到你们，一场意外而已。听到我说出事情经过，三个男人都怔愣了几秒，眼神渐渐变得复杂。回想起他们听到声音冲进房间后发生的事，顾泽耐不住性子先开口：“柳如烟不是故意打翻咖啡，她是受了伤，手上没力气，你不要和她计较。我们进去后看到满地的血，都以为她会有生命危险，所以才有些情绪失控，抱歉。”江晨也冷静了下来：“白天我们也不是要责怪你，只是看柳如烟可怜，所以才替她说了几句话。”陆言也说：“是啊，阿才，我们一起长大，在我们心里，你始终是最重要的那个人。联姻的事你考虑好了吗？”陆言的话一说完，三个人都不由自主地看向我，神色紧张。看到他们的反应，再想起刚刚听到的那些话，我只觉讽刺。我刚要说考虑好了，你们三个人，我一个都……我的话还没说完，病房里的监护仪忽然滴滴滴滴的叫个不停，三个男人的心俱是狠狠一跳，不约而同地转身回病房查看情况。医护人员也急匆匆地赶过来，医生说：“病人2次受伤后，肾脏进一步损伤，我们没有察觉到这个情况，使用的药物不当，引发了肾脏衰竭，现在情况很不好。”听到医生的诊断结果，江晨的眼眶一下就红了。你们到底在干什么？居然能用错药！柳如烟她还那么年轻，要是因为你们的失责毁了下半生，你们能承担后果吗？顾泽一把扯住主治医师的衣领，语气带着无法掩饰的愤怒：“我给你们半个小时，拿出一份100%能治愈的方案。”
柳如烟要是出了什么事，我一定会让你们付出代价。陆岩也像疯了一样打着电话，不停联系人。张教授，您是国内数一数二的肾内科专家，我想请您来帮我救一个很重要的人。您现在在哪？我立即派秘书去接你。病房里已经乱成一锅粥了，所有人都在为柳如烟的病情着急。医院很快就组织了一支专业团队，用最快的速度给出了治疗方案。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换肾，但要寻找到最合适的肾源，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。拖得越久，情况就会越危险。听完结论，3个男人没有任何犹豫，纷纷赶去做了配型，结果很快就出来了，江晨的肾脏匹配上了。他看着医生拿来的手术知情书，想都没想就在上面签下自己的名字，而后走进了手术室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就在所有人都紧张不已的时候，又出了新的问题。护士慌张地跑出来，语气焦急不安地说：“医院血库不足，患者现在急需大量血液。”等在门口的顾泽和陆岩听到后，当即就解开了袖口。我们和柳如烟是一样的血型，我们可以献。护士说：“可是患者大出血，你们2个人的血不够，还是多联系一些人过来。”顾泽和陆岩说：“再找人来不及了，我们2个够了，只要能救活柳如烟，抽多少都可以。”护士拗不过他们，只能带着他们进了输血室。手术室外的红灯闪个不停，晃花了我的眼睛。从柳如烟病发到他们去献血，我亲眼看见了全过程。此刻脑子一片空白。上一世，江晨和顾泽因柳如烟而死时，我并不在现场，事后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。那时候的我沉浸在悲痛之中，无法理解他们为什么要放弃生命去救柳如烟。可经历了这一切，我现在明白了，他们只是太爱柳如烟了，爱到了愿意为她牺牲一切的地步。无论是婚姻或是生命，他们都义无反顾，前仆后继。所以我永远也不可能赢过柳如烟。好在这一世，我已经决定放弃，不会再周旋在他们的四角恋之中。手术室的灯光熄灭后，医生擦着汗走出来问我：“你是家属吗？手术圆满成功，病人很快就能醒过来了。不过捐献肾脏的病人还要在 ICU 里观察一段时间。输血室那2位也因为献血过多昏迷了过去。你一个人能照顾过来4个人吗？”我摇了摇头，张开了干枯的嘴唇，声音嘶哑地说：“我和他们4个人没有任何关系，但我可以帮忙联系家属，他们马上就会过来。”说完，我给江顾陆3家和刘管家各发了一条消息，告知了这件事。随后我想要离开，却听到了几个护士的窃窃私语。一个护士说：“我还以为他是那3个帅哥里谁的老婆呢？”另一个护士说：“怎么可能是老婆啊？你老公要是为了别的女人命都不要了，你能忍下去？我看啊，那3个帅哥肯定都喜欢那个美女，要不怎么会争着救她呢？”我静静听着，露出了一个无声的笑，在心里附和他们：“是啊，他们喜欢的从始至终就是柳如烟，而我也不会再成为他们的妻子。”拖着酸软阵痛的身体回到家后，我看到了正在客厅等我的父母，看到我身上的伤，父母皱起眉头，我也怕他们担心，连忙找了个借口敷衍过去。听到很快就能痊愈后，他们这才放下心，把一个盒子递到我手里。这是云家寄来的联姻信，你收好。我们寄过去的那份云墨也收到了。父亲又说：“刚刚你江叔叔、顾阿姨还有陆爷爷打电话来问联姻的事，还扯到了柳如烟，说他们3个只是善心泛滥，心底还是知中意你。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也不好回应这件事，你自己解决吧。你长大了，有主意了，也懂得分寸。我和你爸爸就不掺和了。”我也不想让他们操心，答应会处理好这些事。接下来2天，我找人搜集了云家和云墨的信息，先行了解了一番。有了大概的印象后，我去商场依照云家一家人的喜好备齐了见面礼。逛了一天，我带着1车厢礼物回到家，就看到江晨、顾泽和陆岩等在门口，他们也带来了很多礼物，快要把客厅都堆满了。面对我疑惑的神情，他们对视了一眼，一一解释了。江晨说：“这些是家族准备的，让我们亲自登门和你道歉。那天的事你也看到了，柳如烟命悬一线，她又是因为你才2次受伤，我们才情绪激动了几分，让你受了伤。”顾泽说：“阿才，你要是心里有怨气，就冲着我们发，不要惊动老一辈。也不要把错都推到柳如烟身上，再怎么说她也是受害者。”听完我才知道，原来他们是被家里人逼着来道歉的，顺便给柳如烟说情。我现在没有心情和他们掰扯，很是客气的回应了：“礼物你们带回去吧，我不需要，也不会为这种无聊的事去找柳如烟的麻烦。我累了，想要休息了。”说着，我揉了揉发酸的眼睛，从包里拿出了手机，不经意间，装着云家信物的礼盒忽然掉了出来，落在江晨脚下，他弯腰捡起来。这是什么？看到江晨捡起的盒子，我还没来得及开口，顾泽和陆岩就跟着侧过头，看到盒子的一瞬间，他们脸色都变了。顾泽急切地问：“联姻信，阿才，你已经选定了联姻对象是谁？”我闻声抬头，看到他们要打开那个盒子，手急眼快地抢了回来。看到我这么激烈的反应，他们3个都愣了，视线紧紧锁定在我身上。江晨犹豫着说：“你选了谁？是陈哥还是顾哥？或者是……”他最后那个字没有说出口，我知道他是怕了，怕我真的选了他。我挤出一抹笑，坦然迎上他们的目光。决定了又怎样？没决定又怎样？你们不用那么紧张，反正和你们没关系。顾泽猛地攥住我的手，语气急切不已：“什么叫和我们没关系？你要联姻，对象只可能是我们3个，无论是江家还是顾家、陆家，都在找不出第2个适龄的人。”陆岩也围了上来，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说：“我们知道你之前无法下定决心，也从来没有催过你，但现在既然有结果了，你就如实告诉我们吧，我们也想早点结束这个。”原来要娶一个不喜欢的人，哪怕还未成定数，也会觉得折磨吗？我深吸了一口气，打开那个盒子，拿出云家送的那条华丽璀璨的钻石手镯，展示在他们眼前。这就是我的答案，满意了吗？不是江家的帝王绿手镯，不是顾家20克拉的戒指，也不是陆家的祖传玉佩。他们3个人这才注意到我买的那一后备箱的东西，明白了什么？江晨说：“
不是我们3家的信物，而是你今天逛街买的新手表，花了多少钱？我们付全款，就当送给你赔罪了。我看着手里闪闪发亮的钻石，一言未发。江晨以为我是喜欢这条手表，主动拿起帮我戴上。顾泽也很赞许，比了个赞，夸它好看，很衬我的肤色。陆岩拿起手机拍了好几张照片，说要留作纪念。重生之后，我第一次在他们3个人脸上看到真心笑容，而他们之所以会开心，是因为我还没有选定联姻对象，所以在庆幸。一瞬间，我觉得有些荒唐，又有些可笑。我想要说些什么，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就被忽然出现的柳如烟打断了。柳如烟看着堆满了客厅的礼物，眼睛都亮了起来，问道：“怎么家里忽然多了这么多礼物？是送给大小姐的吗？”他们3个人看到柳如烟回来了，目光像粘在她身上一样，一动不动，看着他们嘴角止不住的笑。我淡淡开口：“是送给我的，但我不喜欢，你要就拿走吧。”说完，我提步回了卧室，没有再理会他们。柳如烟露出一个难以置信的表情，抬手指了指自己说：“我拿走。”大小姐，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？我怎么配得上3位少爷送给你的礼物？3个男人听出了他语气里的沮丧，都有些心疼，连忙推着他走到了这一大堆礼物前。江晨说：“既然阿彩说送给你，那他们就归你了。这些衣服、手办、游戏都是刚推出来的最新款，你穿上肯定也很美，怎么就配不上？”顾泽说：“东西要有人使用才是有价值的。柳如烟，你不要妄自菲薄，你配得上这世界上最好的东西。”陆岩说：“快拆开看看，我们陪着你挑一挑，看看哪些适合你。”他们哄着柳如烟的声音渐渐消失，门合上后归于无声。手臂间传来的冰冷触感让我很不适应，但我想戴久了，总有一天我会适应的。一觉睡醒后，我有些头晕，像是发烧了。江晨、顾泽和陆岩不知道从哪听到了消息，很快就赶了过来。我病了3天，他们天天来探病，只差在米家住下了。可陪着我的时间微乎其微，大多时候他们都在楼下陪着柳如烟，教她下棋、弹琴，陪她去花园里修剪花枝、浇水，给她拍照、画画。我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，并没有戳穿。偶尔他们也会上楼来看看我，发现我房间里少了很多东西。顾泽问：“阿彩，我几年前送你的那个珍珠串成的手机链条怎么不见了？”陆岩问：“之前你不是很喜欢我送的宝石手串，非要摆在最显眼的地方，怎么最近不摆了？”江晨问：“我们18岁那年一起拍的合照呢，你藏哪儿去了？”面对他们的追问，我随口找了几个理由就敷衍了过去。他们心里虽然疑惑，却也没有多问。等到生日那天，我的病也好得差不多了。出席生日宴前，父母过来接我，特意和我交代了2句。父亲说：“今天圈子里的重要人物都要出席，顾家、江家、陆家也肯定都会过来给你庆生。我和你爸爸商量了，觉得今天适合公开婚讯，你觉得呢？”我正要点头，身后就传来了杯子摔碎的声音。我一回头，就看到柳如烟脸色苍白的愣在原地，问道：“大小姐，你要结婚了？”我轻点了下头，也没有解释，反正很快所有人都会知道这桩婚事。晚上7点，生日宴准时开始，大厅里宾客云集，热闹至极。身着西装的江晨、顾泽、陆岩一起走进来的瞬间，全场目光都被吸引了，宾客们议论纷纷。真羡慕米小姐，这么帅的竹马，她居然有3个，还可以挑一个结婚。我什么时候能有这么好的运气啊？你羡慕有什么用？这可是从小就口头约定好的娃娃亲，人家不管挑谁都门当户对，般配得很。我记得米小姐也到年纪了吧？你说她今天会不会直接宣布婚讯啊？我好好奇她会挑谁。我静静听着他们的议论，脸色平静如水。可同样听到这些话的3个男人却有些心慌，快步围到我身边。顾泽问：“阿彩，你要在今天公开婚讯，怎么不提前告诉我？”我很淡然的答复：“这是我的私事，和你们无关，为什么要告诉你们？”我的冷淡态度让他们恼怒。陆岩说：“你还要说和我们无关？难道你婚礼的新郎会是别人吗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你就别闹了，快告诉我们，你到底选了谁？”话音刚落，父母就走上了舞台中心，面向全场颔首致意，拿起了话筒。父亲说：“今天诸位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，齐聚一堂来参加小女的生日宴，我代表米家向大家致以诚挚的谢意。除了庆祝生日外，我们也将在今天公布另一个喜讯，那就是关于我女儿米彩的联姻对象。”看到这个喜讯，整个大厅都沸腾了起来，鼓掌叫好声经久不歇。最为激动的就是陆家、江家和顾家的几位长辈，他们纷纷起身招了招手，把陆岩、顾泽和江晨3人叫到身边。看到这一幕，他们3个人的心狂跳不止，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。可他们知道在这种场合里必须保持礼貌，只能强行挤出笑，不情不愿的回到家人身边。父母也给了我一个眼神，我心中了然，走到了父母身边。刚刚站定，身后却传来了一阵滋滋的电流声。我随着现场宾客们一起转头，就看到大屏幕上出现了一张熟悉的脸，是哭得声嘶力竭的柳如烟。陆岩、江晨、顾泽，我知道我只是个管家的女儿，没有米小姐那样出色的容貌，那么好的家世，所以我从小就认命，不再奢求任何属于我的东西。直到你们出现在我的世界里，说喜欢我，我才又生出了一些希望。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，你们把迷彩一个人抛弃在露营地，连夜开车回来安慰做噩梦的我，也不会忘记你们为了给我庆祝生日，假借着出差的名义带我去北极看的那场极光，更不会忘记你们为了救我献出了一个肾，输血到昏迷。当你们看到这条视频时，我已经站在米氏集团天台上了。我知道你们之中有一个人要娶米小姐为妻，可是只要一想到你们结婚以后
成了米小姐的丈夫，就要和我断绝往来，再也不联系，我就心如刀割。我知道你们不是心甘情愿的，是被家族逼迫着联姻，也知道如果不是担心我会被你们身后的家族针对，你们绝对不会答应娶米小姐的。我不想看到你们为了我作茧自缚，牺牲你们下辈子的幸福，所以我决定在今天了结自己的生命。等我死后，你们就没有了任何牵绊，去自由地追逐你们心中所爱吧。这段长达5分钟的视频戛然而止的瞬间，整个大厅陷入了死一般寂静中，所有人都睁大了眼睛，不可置信地看向江澄、顾泽和陆岩。除了我，我刚看到这个视频时，脑子确实一片空白，但想起离开家前柳如烟的状态，我也不觉得奇怪了。我看着台下如遭雷击的3个男人，还有一旁气得快要昏迷过去的几位长辈，微不可见地叹了口气。出了这样的事，最难以接受的恐怕就是这几位看着我长大的叔伯长辈吧。毕竟我父母也知道了我要嫁的人不是曾辜负我一生的这3个世交少爷，除了震惊只会觉得庆幸，而这些被蒙在鼓里还一心期盼着我们能结成连理的长辈，在知道他们为柳如烟做的那些事后，只怕这辈子都不会再主动提起联姻的事了。而事实也确实如我所料，几位长辈反应过来后，立即叫来了保镖，强行扣住了想要冲去找柳如烟的江澄、顾泽和陆岩，当众丢了这么大的脸，他们气得直拍桌子，怒火冲天。一位长辈说：“今天是阿彩的生日，你们不留在这儿陪她庆生，还想跑到哪儿去？要去找那个管家的女儿。我告诉你们，只要有我们在，你们这辈子别想和她再有任何牵扯。”在听到柳如烟要自杀的那一刻，他们3个的理智就已经彻底崩溃了，他们满心满眼只有她的安危，恨不得能立即飞到她身边去救下她。所以不管是四周沸反盈天的嘲讽和议论，还是眼前大动肝火的长辈，或是困住他们的重重人墙堡垒，他们一概没有放在眼里。江澄大喊：“生日能有一条人命重要吗？今天要是不放我们离开，柳如烟要是出了什么事儿，我们3个人这辈子都不会娶迷彩。”撂下这话后，他们脱下身上的礼服，抄起酒瓶就砸到了保镖面前。一时间，整个宴会厅乱成一团，尖叫声不断。看着他们3个人冲出重重围困，头也不回的离开的背影，我唇角勾起了一抹自嘲的笑。重来一世，他们还是为了柳如烟放弃了一切。我垂下头，摸着胸口，感受着急促的快要蹦出来的心跳。除了无法抑制的酸楚和沉闷，我已经感觉不到疼痛。而台下的宾客们看到他们跑了，纷纷把目光聚集到我身上。有人说：“3个竹马，喜欢的居然都是家里管家的女儿。”我的天啊，迷彩这下把脸都丢尽了，也太可怜了。还有人说，今天还是他的生日，现在新郎跑了，宴会也被砸了，他不会当场疯掉吧？面对这些揣测，我仍是那副云淡风轻的神色。我轻轻拍了拍还在惊吓中的父母，拿走了话筒，坦然开口：刚刚发生了一些意外，惊扰了大家，我在这代我父母向大家说一声对不起。除此以外，我还想宣布我的婚礼将在后天举办，联姻对象是北城云家的云墨，届时欢迎大家前来观礼。短短几句话，又让全场陷入了鸦雀无声的寂静中。我并不关心他们是什么反应，扶着父母离开了酒店。一路上，车厢里安静极了，呼吸声清晰可闻。等到快要下车，父母才重重叹了一口气，一脸怜爱地看向我。父亲问：阿彩，你是知道了他们喜欢柳如烟，所以才执意要取消联姻嫁云家那个私生子吗？强扭的瓜不甜，我和云墨虽然没有那么深的感情，但他一心扑在事业上，肯定不会出轨的。我和他不一定会恩爱到老，但相敬如宾还是能做到的。对我而言，这就足够了。听到我说的这么信誓旦旦，父母都有些意外。母亲问：你就这么相信云墨？我点了点头，柔声宽慰着他们。因为我调查过他，而真正的原因我没有告诉给父母，埋在了心底。上一世的云墨终生未娶，也从未和任何人传出过绯闻，至死都是商界赫赫有名的冷面王。所以我相信我走的这一步绝对不会出错。这场闹剧般的生日宴结束后，我便回了家，开始专心致志地收拾自己的东西。婚礼在北城举办，婚礼前一天，云家就派了几架专机送来聘礼并接亲。把行李和聘礼清点完毕后，我正要去机场，就收到了一条消息，是江晨发来的一个地址，让我现在过去。他们想和我聊聊。我看了看时间，还有4-5个小时才起飞，便答应了。等我赶到包厢，一推开门，3道阴郁的目光就落到了我身上。他们不说话，我也保持着沉默。10分钟后，江晨才抿了一口酒，沉声开口：阿彩，昨天大闹生日宴，是我们对不起你，但人命关天，我们不可能眼睁睁看着柳如烟送死，只能委屈你。我说，委屈我的事情，你们也不是第一次做了，我不需要这句对不起，你们也不用道歉。我的冷淡态度让他们3个人愈发难受。顾泽和陆岩的语气都急促了许多。顾泽说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你再生气说这些话也无济于事。如今几个家族的长辈都在生气，但柳如烟是无辜的，不该牵连到她。你从小就讨长辈喜欢，只要你哄一哄，他们肯定就消气了。陆岩说，只要你去哄一下几位长辈，让他们不要针对柳如烟。这场联姻，无论你选了我们中的谁，那个人都会好好疼你，爱你一辈子，好不好？原来这次找我还是为了保护柳如烟，我只觉疲惫。不必了，昨天你们离开后，我已经当众宣布。没等我说完，江晨就打断了我的话。宣布什么？你选了谁？我的目光在他们之间流转着，最后还是没有直说，只说了一句：当年你们3大家族送来的联姻信，我已经交给快递员了，明天就会送到你们手里。听完我的话，他们3个人都以为我退回了其中2份，还想继续问个清楚到底选了谁。医院的电话就打了过来，护士说，
江少爷、顾少爷、陆少爷，柳小姐已经醒了，现在又闹着要去天台。听到这个消息，他们3个人脸色骤变，拿起外套就要走。看着他们的背影，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叫住了他们。分别之前，你们可以一起和我说一句新婚快乐吗？不知道为什么，听到这句话，江辰、顾泽和陆岩心头忽然涌起一阵强烈厌感。他们3个人都亲起了唇，想要问问我为什么要他们说这句话，可话到嘴边，他们看了彼此一眼，又异口同声地说出了这句新婚快乐。话音一落，医院的电话又打了过来，他们没有再逗留，径直离开了。我也没有再挽留，目送着他们的车远离后，我回了家，删除了他们3个的联系方式，然后提着行李上了云家安排的直升机。这一世我谁都没选，而是选择奔赴自己全新的人生。江辰、顾泽和陆岩3人匆匆赶到医院的时候，柳如烟已经被劝下来了。她躺在床上看着他们3人，像是在控诉为什么没有陪着她。你们怎么才来？话音刚落，柳如烟的眼泪就落了下来。他们3个人立马都心疼的不行，瞬间就把她围在了中间。江辰抚摸着她的头发，看向她的目光满是心疼。别哭了，我们这不是在吗？顾泽看着江辰的动作，觉得自己慢了一步。对啊，你身体刚好，不能大喜大悲，好好养身体，我们都会陪着你。陆岩也不甘示弱的说道。对，我们都会陪着你的。柳如烟说。可是你们还是要跟米小姐联姻，一想到这，我就心如刀割。我不想你们为了我被家族胁迫跟一个不爱的人结婚，一辈子太长了。说完，在他们看不到的地方，他的嘴角扬起一丝冷笑，抬起头又恢复了那副楚楚可怜的模样。他们3人看着他一副一心只为自己着想的模样，都感到非常暖心，早就把下午见我那时的异样抛之脑后。江辰说。柳如烟，你明知道我们喜欢的是你，还要说这些。顾泽说，即使我们任何一个人跟柳如烟联姻，你也依旧会是我们心里最重要的人。陆岩说，柳如烟，你不用担心的，我们最喜欢的永远都是你。柳如烟看着对着自己各种保证的3人，心中满是得意，心想，明彩，其实你是米家大小姐又怎么样？你的所有我不照样能抢过来？另一边回到家的我看着离开的3人，停顿了片刻，就出发前往机场了。到机场的时候，时间比我想象的要早得多。我突然想到什么，直接给家里打去电话。爸，把刘管家换了吧，柳如烟继续住在我们家不合适。父亲说，你先去，我和你妈晚一点。放下手机后，也到了起飞的时间，我直接关机睡觉。米家父母本来也打算把刘管家换掉，当初因为心善，体谅他一个人带着女儿不容易，让他把女儿接过来一起住。结果现在让家里丢了这么大的脸，他们直接通知人事，给管家发去解聘合约。谁知管家得到通知后，连门也不敲，就直接冲进书房质问：米总，我做错了什么？你要把我开除？父亲看着一脸不服气的刘管家，只觉晦气。刘管家，你不适合我们家。管家还喋喋不休，即使顾家、江家和陆家的少爷们喜欢我女儿，那也是米小姐不够有魅力。看着喋喋不休的管家，父亲再一次为自己当初的心软感到后悔，直接呼叫安保把人拖出去，行李直接让保姆一起扔了出去。管家被赶出米家很不甘心，心想自己的女儿魅力大也是错吗？分明是米家欺人太甚。他打电话给医院里的柳如烟，理直气壮的让柳如烟给他找一份钱多事少的工作。接到电话的柳如烟听到母女被赶出米家也很气愤，自己在米家住了那么久，他们凭什么平白无故的就把他们赶出来？他立刻就开始跟他们3人哭哭啼啼。江辰、陆岩，怎么办？米家因为米小姐生日宴会的事情，把我和妈妈赶出来了。抽噎着继续说道：米小姐生我气，我知道，但是我妈妈做错了什么，要被这样对待？他们3人一听就要去打电话给我，让我收回开除刘母的举措。打了半天电话，都是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一时之间，他们3人的脸色都不太好看。江辰说：柳如烟，你别担心，我不会让你妈妈无家可归的。我那儿有一套闲置的别墅，你跟伯母先住进去。顾泽说：柳如烟，我那儿也有。看着面前的3人争抢着让自己住进他们的别墅，柳如烟感动得无以复加。还好有你们。他们3人安排好江家母女2人的住处后，就回到了家。第2天一早，他们正打算去医院看柳如烟，却分别收到了我寄来的自家信物。江辰看着快递盒里的帝王绿手镯，心想我选的居然不是自己，为什么不是他？我不喜欢他吗？明明小时候我最喜欢跟在他身后乖巧的叫他江辰哥哥，说长大以后要嫁给他。我选了顾泽还是陆岩？同样的场景也发生在另外2家人的家里。顾泽和陆岩看着自己手里的信物，心里也都有些不舒服，想着自己比江辰差在哪里。他们3人心有灵犀的去往对江家里，都扑了个空，最后还是在微信群里说好在他们常去的饭店包厢汇合。3人才见上面，顾泽到的时候，江辰已经在包厢里坐着了。他们看着对方手里的信，都觉得我选择了陆岩。2人之间有些沉默。陆岩到的时候，看着直勾勾的看着自己的2个兄弟，有些摸不着头脑。他直接拿出自己的信物，举到对方的面前：这是我家祖传的玉佩，迷彩还回来了。你们2个是谁被迷彩选中的？看到他手中的玉佩，他们2人不可置信的对视一眼，纷纷取出自己家的信物。江辰说：迷彩把我家的信物还回来了。顾泽说：我的也是。他们3人之间突然有些沉默。陆岩开口打破了宁静：不是我们还能是谁？顾泽说：4大豪门除了我们，还有谁有资格娶迷彩？江辰说：说不定是迷彩闹脾气，故意等我们去哄他。顾泽又说：对，一定是这样。陆岩也说：肯定是这样。突然手机的铃声打断了他们的推测。江辰看到柳如烟的电话，不知道为什么他好像并不是很想接，直到挂断他也没接。另外2人的电话也陆续响起，他们也都是一样的没接，直到他的手机再次响起铃声。顾泽和陆岩异口同声的说道：接吧，万一有什么事呢？江辰最后还是接起了电话，点了外放。喂，刘烟，怎么了？柳如烟问。江辰，顾泽和陆岩和你在一起吗？江辰说：我开了外放，他们能听到。刚说完，就听到听筒那边传出来柳如烟略显兴奋的声音：顾泽、江辰、陆岩，我真的太感动了。
你们为了我跟家族对抗，拒绝和迷彩的联姻。三个男人都是一头雾水的看向对方，他们虽然不乐意，但是从来都没有拒绝过联姻。察觉到不对劲的他们，开口打断了柳如烟兴奋的声音。柳如烟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柳如烟疑惑的嗯了一声，接着继续说道：不是你们都拒绝了联姻，所以迷彩才和北城的云家私生子联姻的吗？什么？他们三人听到这里都是一脸震惊。我和北城云家联姻了？什么时候的事情？他们怎么不知道？他们都是豪门的继承人，自然是知道北城云家的事情的。云墨，他们承认他虽然很有实力，但是他是私生子。豪门这些婚生子最不待见的就是私生子。云墨一个私生子怎么配得上我？他们觉得我为了跟他们赌气，就这么作践自己。他们纷纷拿出手机去搜索新闻，看着手机上各路营销号的推广。云家私生子上位后，得到南城4大豪门之一米家大小姐青睐，地位更加稳固。豪门大少爷为何选择身为私生子的他们？他们即使再不愿意相信，也无法否认我要嫁给别人的事实。柳如烟在电话那头喊着：顾泽、江晨、陆言，你们还在吗？久久听不到对面声音的柳如烟叫着他们3个人的名字，但是他们3人已经被这个消息震惊得分不出心神去管柳如烟。江晨直接挂断电话，给助理打去电话，让他给自己订最快去北城的机票。顾泽说：还有我们呢，我们一起去把阿彩带回来，怎么能因为跟我们赌气就这么随便选一个人结婚？电话结束后，他们3人相顾无言。柳如烟的电话又响起，很显然现在的他们都没有心情去搭理柳如烟，默契的都选择了关机。医院的柳如烟看着手中打不通的电话，本来的好心情一下子跌落谷底，直到手机传来拨打的电话已关机，更是气得直接把手机摔了，满是恨意的喊出我的名字。迷彩看着稀巴烂的手机，他眼神里满是阴狠。他让护工去买了一个新的手机，随后直接出院去找他们3人。他们给我不停的打电话发短信：阿彩，不要因为跟我们赌气就随便找一个私生子结婚。阿彩，你回来，我们可以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。阿彩，别任性。远在北城的我看到手机里他们发来的短信，想来应该是收到我寄过去的礼物了。母亲看着身着婚纱的我说：阿彩，去接新郎吧。我说：爸妈，我会有一个幸福的家的。我没有办法跟爸妈保证我一定会幸福，所以只能跟爸妈承诺离开他们仨，我就不会重蹈上一世的覆辙。父母何尝不知道我言外之意，但是身处这个位置，很多的时候都是没有办法凭借自己心意的。但愿我会像他们一样幸福吧。父亲说：阿彩，爸妈永远都是你的后盾。我看着为我担心的父母，嘴角扬起笑容，把他们3人的手机号码都拉入黑名单后，就把手机放进了衣服里，简单收拾完，我跟着结亲队伍出发。听到听筒里传来的提示音，他们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他们被我拉黑了，只好不停地催着航线那边的进度。云墨站在门外，看着紧闭的房门，一想到里面是自己朝思暮想的新娘，就抑制不住的开心。他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有机会娶了心心念念的人，虽然并不知道我为什么放弃和我青梅竹马的3人，选择和他联姻，或许是上天垂怜自己这些年的不易，但是不论发生了什么，结果都是对自己友好的。红包不要钱的撒着，终于是让里面的人大发善心。打开了面前的那扇门，看着走进房间的我，他感觉自己的心都快要跳出胸膛了。云墨故作镇定地走向我，我抬眼看向他，视线对上的瞬间，我们2人都有些呆滞。云墨是被我盛装打扮的美丽所惊艳的呆滞，我是被云墨眼神里的深情给惊到。不是联姻吗？他怎么一副得偿所愿的模样？如果不是确定自己对这么一张英俊的面孔没有什么印象，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跟人在一起过。被我抱着往婚车走的云墨像是打了胜仗的将军，虽然依旧是那张清冷的脸，但是是个人都能看出来他很开心。父母也有些疑惑，云墨怎么跟他们想的不太一样？或许我的选择是对的。婚车上的我们俩，云墨不知道说什么，我也是如此，所以一时间氛围有些僵硬。我们同时开口，我看着他紧张的模样，突然就放松了下来，说：你先说。云墨关心地问：你饿不饿？我给你准备了一些吃食，今天你会比较累。我下意识礼貌的回应：谢谢。云墨郁闷地说：不要跟我这么客气。我现在真的对自己这个丈夫有些好奇了，他跟外界的传言有些不太一样。看着他红红的耳尖，我能感觉到云墨对联姻这件事情没有排斥的感觉。到了酒店，云墨就被送到套房里去换整场婚礼最重要的高定西装。高定西装宛如一件精心雕琢的艺术品，其制作工艺复杂且精细，每一个环节都倾注了匠人的心血与智慧。我一看到这个西装就被他所吸引，跟着我的化妆师和众人都纷纷发出惊叹，太帅了。当云墨换上西装走出换衣间的时候，人群再一次被云墨的英俊和西装的华丽所折服。化妆师看着云墨无瑕的肌肤，再次感叹任何妆容都配不上他的英俊。他拿出12分的精神去认真雕琢这幅女娲毕设的面容。有请新娘登场。随着司仪这句话的落下，宴会厅的大门被缓缓推开，所有人的视线都被我吸引。我身着修身定制的白色婚纱，大步向前走去。此刻我能感觉到云墨的目光，他的心好像被丘比特射中一般，一切都顺利的不可思议。他紧张地握住我的手，甚至有些同手同脚。我爸看着他的模样，再次感叹我选对了人。他和我妈放心地回到台下，坐到我妈身边，轻拍了我妈的手，两人相视一眼，无需言语，一切尽在其中。司仪问我：新娘，你愿意以后谨遵结婚誓词，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疾病或健康，美貌或失色，顺利或失意，都愿意爱她，安慰她，尊敬她，保护她，并愿意在你们一生之中对她永远忠心不变。看着云墨的眼睛，坚定地回答：我愿意。他眼中炽热的感情让我有些招架不住，我无比确定他喜欢我，可这份感情是怎么来的？我有些出神。司仪又问云墨：新郎，你愿意吗？他有些紧张地握住我的手，我察觉到他的紧张，安抚似的勾勾手指。他回答：我愿意。接着司仪说：新娘可以亲吻新郎了。我轻轻的无
无比郑重地吻上了云墨的额头。即便婚礼的绝大部分都是云墨在操办，我还是累得不行。洗漱完，躺在新房的床上，我开始对等会的洞房花烛夜感到紧张。云墨从浴室出来后，火热的视线落在我身上，我有很多问题想问他，但现在显然不是个好时候。我有些磕巴地说：“关灯。”他应了一声，留了一个暖黄色的床头灯，然后俯身吻上我。另一边，乘坐私人飞机来到婚礼现场的江辰、顾泽和陆岩，看着空荡荡的宴会厅，知道自己来晚了，立刻驱车去云家。到达云家门外，他们被拦下，严密的安保让他们无法闯入，只能回到车上静静地等着。每一分每一秒都难熬极了，他们从来没觉得时间过得这么慢。直到天光大亮，云家除了采买的人，没有主人出来。趁着佣人出来买东西，他们3人对视一眼，跟了上去。等车子出了拐角，他们拦下采买车，让佣人带他们进去。经过一阵不甚友好的交涉，佣人带他们进去了。一进到云家庄园，他们就往主楼走去。负责采买的佣人一得到自由就去联系安保。庄园响起了警报声，警报声把我吵得睡不着。我问怎么回事，云墨说有人闯进来了，他让我继续睡，自己下去看看。等云墨出去后，我也睡不着了。一下楼，我就看到楼下被压着的3位不速之客。我问你们怎么来了？江辰、顾泽和陆岩看到我从楼梯上下来，瞬间停止了与云墨的交流。他们立刻注意到我脖颈处未遮掩的吻痕，突然之间心痛的像是无法呼吸。他们回过头，死死地盯着满脸艳足的云墨，像是要从他身上撕一块肉下来。云墨完全无视他们的视线，起身快步走到我身边，扶着我坐到沙发上，摸了摸鼻尖说：“饿了吧？”我应了一声，又示意他解释一下客厅这3人是怎么回事。他说他们挟持后厨的人混进别墅，被当成歹徒抓了起来。我说松开吧，他们算是我的哥哥。云墨听到我的话，示意保安松开。听到我这么介绍自己，3人一时间忘记了尴尬，只觉得心更痛。阿彩，3人一得到自由就往我面前走来，再次被阻拦，他们只好站在原地对我说：“阿彩，你不能因为赌气就随便讲，跟我们回去，我不会介意你跟他，跟我们回去，我们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。”3人的话让云墨怒火中烧，刚想说什么，被我抬手制止。我安抚地看了一眼云墨，又扭头看向不远处的3人说：“江辰、顾泽、陆岩，你们别太把自己当回事。我因为跟你们赌气随便嫁人，你们不觉得可笑吗？至于你们介不介意，对我来说重要吗？你们算什么东西？说这种话，看来是我以前对你们太好了，才会让你们有这种错觉。你们配吗？”说完我就跟云墨去吃饭。云墨看着我对他们3人毫不留情面的话，满脸开心，招手示意保镖把人扔出去，别影响我吃饭的胃口。那声音渐渐远去。吃过饭，我看着外面阴沉沉的天，耳边听着管家跟云墨说外面3人站在门口不离开。我说不要管他们，然后看着云墨，你不要特意让我知道这些。你应该知道我和他们的关系。我现在跟你结婚了，就代表我彻底放下了从前。被看穿的云墨一点也不尴尬。现在我们来说一下，你为什么一副早就认识我的模样吧？云墨听到这话，笑容有些尴尬的停顿了一下。难道要跟他说他只是在学校里捡了我的学生证，就对证件照上的我一见钟情？后面看到我帮助被校园欺凌的人，就被我深深吸引。他想了想，还是老实坦白，我高中的时候跟你一个学校。我怎么对你没有印象了？他说那个时候的我还没有回到云家，后面被接回云家就离开了。我恍然大悟，怪不得。轰隆，雷声炸起，我们俩被吓了一跳。窗外下起了暴雨，我们毫不在意的继续聊着，都想对彼此更加了解。雨中的3人好像被人遗忘了，他们不死心的站在暴雨中，任由雨水浇灌在身上，雨很大却无法洗刷他们心中的痛楚。陆岩说：“我不是喜欢柳如烟的吗？为什么阿彩结婚我这么心痛？”另外2人都不知道说什么。他继续小声呢喃：“你说阿彩是不是真的不会原谅我们了？”江辰说：“不会的，阿彩对我们最是心软了，他知道我们淋雨一定会出来的。”江辰也说：“对，他最心疼我们了。”3人自欺欺人的站在雨里，直到江辰的身体承受不住倒了下去。另外2人想去扶他，也都倒了下去。柳如烟到北城云家门口的时候，看到他们3人都倒在雨中，急忙打了急救电话，把3人送到医院。医生说，病人前段时间刚捐了肾，身体还没调养好，淋了这么大的雨，高烧不退。这2人都是因为之前失血过多，身体没调养好，淋雨导致高烧不退。在医院里，柳如烟一个人照看3个人，有些疲惫，不停地给他们擦着额头，随时盯着输液管。陆岩和顾泽最先醒来，看着自己在病房里，都以为是我送他们来医院的。看着还在昏迷的江辰和自己虚弱的身体，他们都不觉得难受了。门外传来脚步声，2人都以为是我，眼巴巴地盯着门，刚要说话，就看到走进来的是柳如烟。2人皆是一脸失望的神情。柳如烟很惊喜，没听到他们脱口而出的我的名字，说：“顾泽。”陆岩，你们醒了，我担心死你们了。边说边走向他们的床边，抬手去摸顾泽的额头，只见他往后躲了一下。柳如烟眼眶瞬间红了几分。顾泽说：“我没事，你去照顾陆岩吧。”陆岩看着委屈的柳如烟说：“我也没事，你还是去照顾江辰吧。”柳如烟说：“你们太过分了。”说着就扭过头不去看他们，等着他们来哄自己。等了半晌，没人搭理他，他觉得不对劲，转过身去，看到2人都沉默地看着屋顶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没人注意到他的情绪，正要开口，就看到江辰醒了。柳如烟说：“江辰，你终于醒了，你不知道他们。”江辰刚醒就听到柳如烟喋喋不休，吵得他头疼，忍不住开口制止：“闭嘴！”柳如烟愣在原地，不明白他们3人为什么都这么对自己。江辰看到柳如烟的眼泪，只觉得烦躁，没有从前心疼的感觉。他们昨天站在云家庄园外，看清了自己的内心，他们是爱着我的，所以才会这么难以接受我嫁给别人。对柳如烟只不过是因为她过于弱势而产生的怜惜，他们想要挽回我，就要把柳如烟送走。柳如烟看着3人若有所思的模样，心里感到不安，这种不安的感觉越来越强烈，她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只能继续示弱，让他们怜惜。她抱怨道：“你们3个太过分了，我不顾自己还虚弱的身体，一心一意地照顾你们，结果你们醒来以后就这么对我。”江辰、顾泽和陆岩看着吵闹的柳如烟，忍不住想到我，如果是我，绝对不会这样，做一点事情就恨不得所有人都知道，只会心疼他们，默默做好所有的事情。毕竟柳如烟照顾了他们，最后还是开口说：“
你辛苦了。我给你转笔钱，你买点东西。我给你找一份清闲的工作，你回去吧。我给你找一套房子，你们母女俩从别墅搬出去吧。听到他们这么说，柳如烟一时间忘记抱怨，直接愣在了原地。你们是要跟我划清界限吗？江晨面无表情地说。阿彩还在生我们的气，你离开会比较好。柳如烟说，他都结婚了，你们也不用被迫娶她了。为什么现在会这样？谁说我们是被迫的？你们根本不爱他。闭嘴！我们的心意什么时候轮到你在这里说？三人皆是冷漠地看着他。柳如烟自从吸引到他们三人以后，就再也没有被他们用这种眼神看过。忍不住想到刚到米家遇到他们3个人的时候，那时他们对自己就是这么冷漠，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，好不容易让他们对我产生嫌弃，对自己好，现在又回到从前，他根本无法接受。他崩溃地喊道：迷彩已经结婚了，你们为了我毁了他的生日宴，拒绝跟他联姻，就是前几天的事情了，你们忘了吗？迷彩根本就不在乎你们，如果他真的在乎你们，就不会任由你们被暴雨淋湿，晕倒也都不出来看一眼。闭嘴！三人同时怒喝道。再次被人提醒，他们格外恼怒，看着叫得声嘶力竭的柳如烟，他们心里对他那一丝的怜惜也都消失殆尽。柳如烟咒骂道：是不是迷彩跟你们说什么了？他都结婚了，还要挑拨离间，他就是贱人。他一直大声咒骂着我，跟从前那副受气包的模样一点都不一样。或许这才是真正的他。江晨冷漠地说：如果你再继续说这些的话，我保证你会后悔。柳如烟一下子想到他们是4大豪门的继承人，之前愿意宠着自己，在自己面前永远是温柔有礼的模样，但不代表他们就是这样的人。他亲眼见过他们3人是怎么恶劣的，把一个得罪他们的人折磨疯。柳如烟身子一僵，背上全是冷汗，继续装傻地说：你们刚醒不清醒，我不跟你们计较，我去叫一下医生。说完就快速地离开了病房。一出病房，他的脸变得极为扭曲，眸底全是阴翳，咒骂着：迷彩，你怎么不去死？为什么不去死？路过的医护人员都被他的神情吓了一跳，但很快他就调整好表情，去给他们打饭。他知道自己想要维持现在的生活，只能紧紧地依附在他们身上。见识了上流社会生活的他，怎么甘心再次回到普通的生活？明明这些他都得到了。自从知道云墨暗恋我后，我就在努力回应他的爱。新婚的我们整天如胶似漆粘在一起，感情很快就升温。不过有一点我有些受不了，虽然我上辈子结了3次婚，但是他们都视我如无，我从来没有体验过男欢女爱的事情。自从跟云墨结婚以后，他每天都要缠着我到半夜。又是一个夜晚，云墨穿着宽松浴袍，侧躺躺在床上说：老婆，我今天穿上了你喜欢的睡衣，你快看看。我听着他可怜兮兮的声音，心底一软。老公，你其实不用这么努力讨好我。他摇了摇头。老婆，我没有刻意想要讨好你，我只是对你是生理性喜欢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抱着云墨醒来，看到他的脖子上到处都是昨晚激烈的痕迹。老公，等下带你去泡温泉，给你按按腰。靠在云墨怀里，我满脸满足，看着在我面前一副离开我活不了的云墨，再大的火气都消去了。2人吃完早餐就去温泉山庄了。看着温泉山庄雅致的景色，我随手拍了一张发在了朋友圈。同样刷着手机的江晨、顾泽和陆岩看到我发的朋友圈照片，我的手被一只宽大的手紧紧包裹。我们漫步在一片竹林中，通过屏幕都能感受到我的轻松愉悦。他们立刻把照片发给助理，让他去查这是什么地方。得到助理发来的地址后，3人都拔下吊针，换了衣服坐车去温泉山庄。柳如烟一回来就看到3人匆匆离去的背影，赶忙放下手中的东西跟了上去。等3人赶到温泉山庄后，已经是几个小时之后了。我和云墨泡完温泉正在吃饭，云墨嗔怪道：迷彩，你个混蛋，说是带我放松，结果你……后面的话他有些说不出口。想到我在温泉内的行为，他脸上的温度一下子就上去了，满面寒春的瞪着我。我被他瞪得心痒痒的，但我知道要是不好好哄着，说不定晚上又要被赶出卧室。老公，我深刻的意识到我的错误了，别生气了，吃点东西，累坏了吧？气鼓鼓的云墨一口咬掉我递给他的牛排，像是在发泄一样，恶狠狠地盯着我，咀嚼着嘴巴里的食物。而他自以为恶狠狠的神情，在我眼中却是无比可爱。我的心都要被老公萌化了。我不停地喂着云墨吃饭，直到他再也吃不下任何东西，才慢条斯理地开始吃饭。江晨、顾泽和陆岩找到我时，看到我满脸笑意地看着身旁的云墨吃饭，眼中满是喜欢。我们2人之间的氛围是那么甜蜜，像是再也融不进第3人。这幅画面深深地刺痛了他们3人的心，感觉有些呼吸不过来。从前这些都是他们的专属，而现在餐厅里已经没什么人了。3个人表情沉重地走到我面前，正在吃饭的我们并没有注意到他们，以为是服务员路过，直到察觉他们停留的时间好像有些久了，才抬头看过去。一看到是他们3人，我原本笑着的嘴角迅速地落了下来。你们又来干什么？上次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？江晨、顾泽和陆岩3人被我的变脸再次刺痛。江晨小心翼翼地说：迷彩，我们是特意来找你的，我们想跟你聊聊，可以吗？云墨护短地说：你们跟我老婆有什么好聊的？虽然我跟他说了，我对他们仨已经没有任何感情了，但是他还是不想让我跟他们单独相处，毕竟我们从小就认识，一起相处了20多年，我又是那么容易心软的人。他们3人并没有回答云墨的话，直接无视他，视线紧紧地盯着我。我不想他们以后继续骚扰我，就答应了他们单独谈的请求。我安抚地亲了亲云墨的嘴角。等人离开后，冷漠得看着站着的3个人说：坐，说吧。我对自己和对云墨双标的态度，让江晨、顾泽和陆岩3人都不太好受。云墨在餐厅外面无聊地踢着石子，看到一个身穿白色卫衣、长相普通的女人来到他身边，瞪着一双死鱼眼，气势汹汹地看着他，以为自己挡他路了的云墨往旁边挪了挪。柳如烟看到他的动作，神情陡然一僵，却又在瞬间调整好表情。你就是迷彩的老公吗？云墨看着眼前莫名其妙的女人，并没有回答。柳如烟说：我是迷彩小姐管家的女儿，迷彩小姐对我有一些误会，她喜欢林家和陆家的少爷，而3位少爷对我又比较特殊，她就经常针对我。说着还委屈地皱起眉头。我是来跟迷彩小姐道歉的。
希望他不要因为一时冲动就草率的结婚而后悔终生，毕竟他很爱3位少爷。正当柳如烟绞尽脑汁的编排着我的时候，却没有发现对面的云墨的神色已经从面无表情变成了满脸阴沉。云墨忍不住开口打断他：这年头，绿茶都这么低级了吗？柳如烟被堵得说不出话。我只是不想你受到伤害。你这人怎么一点也不领情？你说的3位少爷，就是一直缠着我老婆的3个人吧？他们仨对你这么特殊，怎么不见你有好气色？也把你养得太差了吧？不像我老婆自从跟我结婚后，整个人都容光焕发的。你这种阴沟里的老鼠，连给我老婆提鞋都不配。要不是不想让她进去破坏他们和我的讲话，他才懒得跟这个有病的女人多费口舌。你不领情就算了，怎么还骂人呢？说完就一副大为受伤的神色，转身离开。转身的柳如烟脸色阴沉，咒骂着我，以为没人看到她的变脸，却不知都被玻璃照得清清楚楚。云墨冷冷地说：那个擅长变脸的绿茶，别让我知道你是骂我老婆哦，你不会想知道得罪我的下场的。柳如烟的脚步一顿，正要转身，却突然发现餐厅的玻璃墙映照着自己变脸的全过程，只能低着头跨步走进餐厅。一走进餐厅，就看到江澄、顾泽和陆岩在对着我深情的告白。迷彩，我是爱你的。听到这话，我顿时感觉有些荒谬。这时我看到柳如烟停住了上前的脚步，站在原地静静的听着。江澄、顾泽和陆岩3人异口同声说出这句话后，静静的观察着我的反应，而我没有任何表情，颇有闲心的给自己倒了一杯茶。江澄先开口了：迷彩，我知道是我太晚，明白自己的心意。从前的我被柳如烟蛊惑，认为你骄纵不堪，都是我的问题。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我就是被她楚楚可怜的模样蒙骗，误会了你。说完，他从口袋里取出一个珍珠串成的手机链，举到我面前。迷彩，我知道我以前伤了你的心，你生气。你看你丢掉的手机链，我给你重新做了一个，你别生气了好不好？跟我回去，我们重新开始。顾泽等江澄说完，立马也从口袋里取出一个宝石手串，举到我面前说：你看你丢掉的宝石手串，我给你换了一个更加漂亮的，你永远都是我的小公主，跟我回去吧。陆岩立刻从口袋里取出一个相框，相框里是我们18岁拍的照片。迷彩，你看照片我又重新洗了出来，我们前20多年从来都没分开过，没有人比我们更了解你，跟我回去吧，我就继续像以前那样宠着你。3个人的手都举着东西，等待着我的回应。等他们说完，我轻笑一声，看着江澄的眼睛对他说：江澄，你也知道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我还以为跟你一起长大的是柳如烟呢。这么多年的情分，你因为她的3言2语就对我产生误解，不觉得好笑吗？说完，我接过珍珠手机链，随手往地上一扔，重力的加持下线瞬间断掉，饱满圆润的珍珠一颗一颗的向4面8方滚去。我又看向顾泽：顾泽，你说这些不觉得羞愧吗？当初我们4人一起去露营，你连夜开车带他们2个回去，把我一个人扔在野营地，不管我害不害怕，连交通工具都带走，这就是你所谓的小公主。说完，我拿起宝石手串，用力往地上一砸，碎裂的宝石像是我们之间的感情那样4分5裂，锋利的碎片刺向了他们的腿，即使隔着裤管也深深的刺入了肉里。然后我看着陆岩说：还有你，陆岩，还记得你为了柳如烟推我，害我受伤的事情吗？我真觉得自己跟你认识这么多年挺倒霉的。说完，我取出相框里面的照片，用力的撕碎，看着他们3人垂头丧气的模样，我冷漠的开口：江澄、顾泽、陆岩，你们对我最好的歉意就是永远都不要再出现在我的面前，因为看见你们，我会觉得无比的晦气。你们带给我的都是不好的回忆。我想前段时间毁了我生日宴，让我在南城上流圈子里丢脸，所以以后绝对不要再出现在我的面前。如果继续骚扰我的话，我不会念旧情，你们只是不甘心。一直以来跟在你们身后的我，不再跟着你们而已，言尽于此。说完，我头也不回的离开餐厅。路过门口的时候，我看着站在那的柳如烟，脸上扬起一丝不屑。我的表情让柳如烟瞬间破防，又是这种高高在上的神情。她知道，当初她因为米家进入贵族学院，学院的公子小姐们都看不起她。虽然我对她不差，但是她也想要像我一样被所有人仰望，而不是嘲讽她只是一个穷酸鬼，污染学院的空气。所以她才想尽办法去抢我的一切。慢慢的，她跟3位少爷的关系越来越好，学院里的人开始恭维她，而我依旧是那副高高在上的姿态，像看一个跳梁小丑那样俯视着她。我的存在就是时刻的提醒着她，她所得到的这一切都是我生来就拥有的。她简直恨死我了。被我说了一通的3人呆愣的站在原地，看着满地的珍珠、腿上的宝石碎片和地上被撕碎的照片，谁也没有说话。我拒绝和他们回去，觉得他们晦气，认识他们是一件倒霉的事情。我的那番话仿佛一把尖锐的刀子刺向他们的心，不停地转动，直到把他们的心绞得血肉模糊。他们3人的内心都感受到了极大的痛苦，谁也没有动，就这样静静地垂着头落泪，眼泪一滴一滴地落在地上，汇聚成一片水洼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江澄抬起头，擦掉眼角的泪水，沉声说道：迷彩，我不会放弃的，我会努力求得你的原谅。顾泽像是被激发了什么一样跟着说道：我不信我们这么多年的朝夕相处能这么快就放下。陆岩也跟着道：迷彩肯定就是太伤心了，所以才会说出这些伤人的话，哄人哪有一次就更好的。 3人嘴上这么说着，心里却都忍不住质问自己，不放弃有用吗？这么快就放下了吗？真的只是伤心口不择言吗？3人起身动了动因为太久没有活动导致有些酸麻的腿，一起离开了餐厅，甚至都没有注意到站在一旁的柳如烟。被无视的柳如烟看着他们3人的背影，心中满是怒火。她想到自己之前就是因为护着被小混混打劫的他们，才被他们另眼相待，
虽然那些打劫的混混都是他找来的，但结果是好的，他们接纳了自己，自己在学校的日子好过了起来，连带着在云家的日子也越来越好，甚至爸爸都因为这而加薪。他从小就知道，想要的就要不择手段的去抢去争，拿出手机发出一条短信，神经质的笑了起来。刚出餐厅，我就看到云墨满脸都写着不开心的盯着我，我快步走到他身前，伸出双手抱住他，将人抱了个满怀。云墨看着我抱住他的动作就已经消气了，却还是故意冷着声音说道：“还记得你老公在外面苦苦的等着你是吧？我还以为你把我忘了呢。”聊了那么久，我清楚的知道他不会对我生气，我也很乐意哄人。老公，我们回家吧。然后扬起笑脸，睁大眼睛，楚楚可怜的看着云墨。一向对我没有原则的云墨，一下子就拜倒在我的攻势下。我并不知道云墨心里的小九九，搂着他的腰步伐欢快的走向车子。柳如烟跟着三人回到医院，看着继续躺在病床上的三人，她扬起笑容走进病房。顾泽、江晨、陆言，我给你们带了晚餐，看看喜不喜欢。他元气满满的声音，并没有让三人有任何的动作。柳如烟有瞬间的僵硬，但没有表现出来。即使没有人搭理他，却也继续手上摆餐的动作。摆好以后，他挨个去拉人来吃饭。一天没有吃任何东西的三人，最终还是下床去吃了饭。柳如烟跟个佣人一样给他们夹着菜。三人吃完以后，看着忙前忙后的柳如烟，都在想，如果是云墨就好了。等柳如烟忙完以后，他们开口道：“最近这段时间麻烦你了，你想要什么，什么都可以，我们会满足你。”柳如烟听到他们这么说，就知道他们下定决心要跟自己划清界限，那就别怪自己心狠了。他心里满是怨恨，面上却依旧是小可怜的模样，双眼委屈的看着他们三人说：“我在你们心中就是这样的人吗？我对你们的照顾就是因为想要什么吗？”三个人只是静静的看着他，以前对他们来说很有用的眼泪，现在好像一点用处都没有了。他故作坚强的说道：“我知道了，我什么都不想要。明天你们可以陪我最后一次约会吗？”看起来好像伤心的不行，低下头捂着胸口，良久才抬起头看着他们说：“就当是告别。”好吗？陆言看着他这副模样有些动容，还是开了口：“可以。”江晨和顾泽本来就在犹豫，听到陆言应了下来，对视一眼也都点头同意。第二天阳光很好，是个很舒服的适宜约会的天气。柳如烟身着一袭白色卫衣，头戴一顶鸭舌帽，头发是精心打理过的，而三人都只是简单的换了一身常服。柳如烟看着他们的衣服有些不高兴，但是一想到等会要发生的事情，他就懒得跟他们计较了。一行四人出发了，一路上都是柳如烟的声音，陆言偶尔附和一下，另外两人都是沉默的，不论柳如烟怎么调动气氛，他们都不为所动。最后他也安静了下来，想到以前他们一起去约会的光景，再对照现在的样子，差别让柳如烟脸上的表情差点都绷不住，偶尔流露出扭曲的神色，但是他们三人都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样，都没有发现。到达目的地后，柳如烟开始有目的地带他们往路口走去。到达以后四处张望着，直到看到熟悉的车牌号，他才带着他们继续走。顾泽、江晨、陆言，前面据说有一家非常好吃的店，让我请你们吃最后一顿饭，来感谢你们这几年对我的照顾。早就不耐烦逛街的三人听到这就都同意了。柳如烟在前面走着，以至于他们并没有注意红绿灯的变化。变故就在一瞬间，柳如烟回头看他们三人有没有跟上，突然睁大了眼睛，大喊小心！砰的一声，他推开三人后被车子撞飞了。被推倒地的三人本来还有些恼火，他突然把自己撞倒，结果一抬头就看到柳如烟倒在血泊的模样。柳如烟，江晨、顾泽、陆言三人惊叫出声。反应过来的江晨立刻拨打急救电话，另外两人小心地扶起他的身子。柳如烟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柳如烟一边在心里怒骂司机的不靠谱，但是再次听到他们叫自己，就知道目的达到了。他努力摆出好看的模样，气若游丝地说道：“你们没事就好。”说完像是再也承受不住那样晕了过去。等在急救室外的两人神情都有些紧张，心里乱糟糟的。他们本来是打算疏远柳如烟的，但是现在他为了自己受了这么重伤。江晨、陆言，你猜我刚从监控里看到了什么？姗姗来迟的顾泽脸上满是不可置信。什么？两人同时抬头看向他。这场车祸是有预谋的，是谁？两人一想到躺在血泊中的柳如烟，心里对他的不满就都消失殆尽，现在心里就只剩下心疼。司机跑了，暂时还没有抓到，但是保镖在现场找到了司机的手机，里面有一条发给我的消息，你们自己看吧。两人死死地盯着那串熟悉的号码。放心吧，米小姐，事情我一定会做好的，说好的事情别忘了。迷彩。江晨愣在原地，除了我的名字说不出其他的话。不可能，这一定是假的！陆言气愤地把手机扔了出去，好像不看就不用面对一样。我也不相信，所以我打算去问迷彩，你们要一起吗？顾泽怎么也不敢相信我会这么对他们。走。三人刚准备来找我，就看到手术室的门打开了，柳如烟被推了出来。病人没什么大碍，好好休养就行。医生说完后就离开了。三人看着躺在病床上面色苍白的柳如烟，眸中都是心疼，也许是麻药打的比较少。柳如烟缓缓地睁开了那双眼睛，看着围着自己的三人，她嘴角微微扬起。太好了，你们都没事。三人皆是心神一震，他都这样了还在关心自己，给柳如烟讨公道的决心更加坚定。柳如烟，你先好好休息，我们在现场发现了跟迷彩相关的东西，正打算去问迷彩怎么回事。迷彩似乎是不明白为什么会跟我扯上关系，他眼睛里满是疑惑。这场车祸有可能是迷彩策划的。迷彩小姐为什么要这么对你们啊？听到这个消息的柳如烟睁大了双眼，满眼都是不相信。你先好好休息，我们先出去一趟。你们要注意安全，不要受伤了，我会担心。说完他垂下眼眸，三人摸了摸他的头出去了。等三人走后，柳如烟抬起眼睛盯着门，嘴角扬起一抹冷笑。江晨、顾泽、陆言，去跟你们最爱的迷彩反目成仇吧，最好一辈子都老死不相往来。
这样我的地位才会稳固。拿出手机给司机发去消息，让他躲好了，别被抓到了。一想到等会他们4人互相撕扯的画面，柳如烟就高兴的不行，身上的痛感都减轻了不少。另一边，到云家庄园的3人依旧被拦在了门外，这次他们没有傻傻的等着，不停用别的号码给我打电话，甚至要开车闯进去。烦不胜烦的我最终还是出来见了他们。当然，云墨和一众保镖陪在我身边，毕竟他们一看就精神不正常的样子。云墨简直担心的不得了。迷彩，你就这么恨我们吗？一看到我出现，江晨就厉声质问，我一脸懵逼，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我们只是做错了一点小事，你就不顾这么多年的情分，想让我们死吗？顾泽只要一想到是我安排人想要撞死他们，就心痛的无法呼吸。迷彩，你真的太让我们失望了。陆岩也是一脸失望的看着我，我出来以后一句话都没说，就被扣上了这么大的帽子。之前不是说了，最好不要再来招惹我了吗？现在又在这里狗叫什么？柳如烟还在医院躺着，你怎么可以这么没心说出这种话？迷彩，你找人撞我们不跟你计较，但是撞伤了柳如烟，你怎么都要去。听了半天，我终于明白他们为什么来找我了。我真心的觉得他们3个都是没有脑子的傻叉。你们是没有脑子吗？这么简单的栽赃陷害都看不出来吗？云墨，你能找到那个司机吗？说完，云墨就吩咐手下去全城搜人。跟云墨说完，我又转过头看着3人继续说道：我本来是不想管你们和柳如烟的，虽然柳如烟挑拨离间有问题，但是最主要的问题还是你们仨无脑，听风就是雨。说完，我拿出手机把他们从黑名单里放出来，建了个群，发了一些东西进去。结束后就退群，继续拉黑他们。好好看看你们的好柳如烟做了什么。3人听到手机不断传来的消息，点开越看脸色越难看，都是米家的监控。柳如烟一旦发现他们出现，就会在我面前摔倒受伤，被他们扶起后就会说一些似是而非的话，他们就跟无脑似的指责我，不听我的辩解，维护柳如烟。视频拍得很清楚，都是柳如烟故意的。最后一段视频是当初在学院围堵他们的小混混，在柳如烟面前卑躬屈膝，很明显他们认识且相处，他们之间从一开始就是源于欺骗。就在他们久久不能回神的时候，云墨那边传来消息了，走吧，带你们去看看司机。3人魂不守舍的跟着2人上了车，到达目的地一下车，就看到司机扑到他们面前，不断的磕头求饶。对不起，都是我鬼迷心窍。为了还赌债，听信那个女人的话，江晨从手机里找出柳如烟的照片，递到司机面前，让他辨认是不是他。司机一看就说是，还拿出他们联系的手机，把一切都给他们看。3人看着司机的手机，上面柳如烟恶毒的计划和对他们愚蠢的嘲讽，觉得自己被耍了的3人有些恼羞成怒，把怒火发泄在司机身上后，看着站在一旁看着他们3人狼狈模样的我，他们都羞愧的不行。对不起，他们第一次真心实意的对我道歉，保证了以后不会再来骚扰我后就离开。我看着他们3人离去的背影，默默的想着，只要他们还在现在的位置，我就可能会有源源不断的麻烦。拿出手机给3家的当家人发过去一些视频和录音，剩下的交给爸妈，他们会帮我推动这事的进程。回到医院的3人看着在病床上睡得很香的柳如烟，都是一脸怒容，打电话叫来保镖把人送到他们刚买的别墅。本来打算以后来这边住的方便一些，现在刚好派上用场。被拖到别墅的柳如烟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她是被人粗暴的动作弄醒的，刚想叫人就被堵上了嘴，套上了头套。再次见到光的时候，她就发现自己在一个类似于地下室的地方，面前的椅子上坐着3个她很熟悉的人，江晨、顾泽、陆岩。这是怎么了？她刚救了他们3人，他们不是应该把自己当做公主一样娇惯你吗？现在是怎么回事？难道他们知道了？不可能，这么快的时间。柳如烟，你好好看看这些再开口吧。3人抬手示意保镖推出来一个显示器，播放着我发给他们的视频和司机给他们的证据。柳如烟看完这些后知道说什么都没有用了，只能试图用眼泪换取一些他们的联系，但是3人早就对他的眼泪免疫了，鳄鱼的眼泪流得再多都无法掩饰他的恶毒。柳如烟，你不是喜欢受这种小伤来获取我们的联系吗？接下来你会不停的经历这些小伤，开心吗？满足你的癖好。你不是喜欢住在别墅吗？以后你就在这栋别墅住一辈子吧。听着他们恶意满满的话，再看他们病态的笑容，柳如烟第一次感觉到了害怕，自己不应该招惹他们的。求你们放过我吧，我以后不会再出现在你们面前了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鼻涕眼泪呼了一脸，这个时候的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去管哭的帅不帅了。他是喜欢别墅，但是他能想象到以后他在这栋别墅的生活会是多么的地狱。直接离开的3人，并不管柳如烟究竟是真的知道错了，还是想继续骗他们，不重要了。他以后走不出这栋别墅的。身心俱疲的3人坐飞机回了南城，他们不敢再去找我了，他们对我的伤害太大了。只是刚回到家的3人就迎接了一个晴天霹雳，他们失去继承人的位置，并被家族除名了。3家把3人都关在一间疗养院，他们甚至比柳如烟住的还差。彻底失去我后，家族也放弃他们换人培养了。一无所有的他们承受不住这些，吐血后就陷入了昏迷。昏迷的3人好像都经历了同一场梦。以第3视角看了上一世我的一生，看着我背上科夫的名号，在30岁那年才又嫁陆岩，在疗养院住了1年后，在一个很平常的午后，他们3人写了一封给我的道歉信，用床单在卫生间吊着自杀了。等护工发现的时候，3人已经硬了，而那封道歉信最终也没有到我手上，被一个识字不多的清洁工给当做垃圾收拾了。等我知道他们的死讯的时候，他们3人都已经被下葬了。自从上次他们离开后，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了。我只当他们是陌生人。我打断了对面的话，说出了一个好消息：爸，我怀孕了。电话对面的米府星神立刻跟云母商量着，抓紧时间把公司的事情安排好，去北城看我和云墨。约好了时间后，挂断电话的我吐了一口气，就把他们的事情置之脑后了。这时，厨房里传来云墨的声音：“老婆，你快来尝尝我新学的菜。”来了。云墨把菜端上桌的时候，眼睛亮晶晶的看着我，我尝了一口，忍不住竖起大拇指。老公，你真是太有天赋了。他笑得像个得到糖果的孩子。老婆喜欢我天天给你做。晚饭后，我们窝在沙发上看电影，
云墨的手轻轻放在我的小腹上，像是已经能感受到那个小生命的存在。他突然凑到我耳边低声说：“老婆，谢谢你愿意嫁给我。”我侧过头看着他，窗外的月光洒在他脸上，那双眼睛里装满了星光和我。我伸出手捧住他的脸，轻轻吻了吻他的唇角。傻瓜，该说谢谢的人是我。怀孕的日子，云墨比我还紧张。他买了一大堆育儿书，天天熬夜看，还特意请了营养师给我搭配3餐。我笑他太夸张，他却一本正经地说：“你和宝宝都是我最重要的人，一点都不能马虎。”孕期反应最严重的那段时间，我吃什么吐什么。云墨急得眼眶都红了，他变着花样给我做吃的。深夜我难受的睡不着，他就抱着我在阳台上慢慢走，一边走一边轻声给我讲故事，声音温柔的像3月的风。我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，云墨每天都要对着肚子说话。宝宝今天乖不乖？有没有踢妈妈？爸爸给你买了小衣服，是你妈妈喜欢的颜色。每次他这样絮絮叨叨，我都觉得心里暖暖的。原来被人放在心尖上疼是这样的感觉。生产那天，云墨在产房外急的来回踱步，等我被推出来的时候，他冲上来紧紧握住我的手，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掉。老婆辛苦了，我们再也不生了。我虚弱的笑了笑，看着他红红的鼻尖，觉得这个男人真可爱。我们的女儿出生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，云墨给她取名叫云念，念念不忘的念。他说这是他对我的心意，一辈子都不会忘。小念念长得像云墨，但性格像我，活泼开朗爱笑。云墨说这样最好，女儿像我他就会更疼她。有了孩子之后，云墨更加努力工作，他说要给女儿最好的生活，但他从不缺席家庭的任何重要时刻。念念第一次翻身，第一次爬行，第一次叫爸爸，他都在场。每次女儿叫他都高兴得像个傻子，抱着女儿转圈圈。念念咯咯的笑声充满了整个家。我站在一旁看着他们父女俩，觉得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就是选了云墨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念念3岁的时候，云墨的公司已经做到了行业顶尖，福布斯排行榜上他赫然在列。和上一世一样，他成了全球首富。但和上一世不同的是，他身边有我和女儿，有完整的幸福的家。记者采访他的时候问他成功的秘诀是什么，他看了一眼坐在台下的我，笑着说：“因为我娶了一个最好的老婆。”台下一片掌声，我红了眼眶。念念在一边拉着我的手问：“妈妈，你为什么哭呀？”我蹲下身子亲了亲女儿的额头。因为妈妈太幸福了。云墨走下台，把我们母女俩拥进怀里，在我耳边轻声说：“老婆，这辈子、下辈子、下下辈子，我都要和你在一起。”我靠在他胸口，听着他有力的心跳，轻轻嗯了一声。念念5岁那年，我们一家3口去了北极看极光。云墨把念念扛在肩上，另一只手紧紧牵着我，漫天的绿色光芒在头顶舞动，美得像梦境。念念兴奋地拍手大叫：“爸爸快看，好漂亮！”云墨转过头看着我，极光照亮了他的脸，那双眼睛里只有我的倒影。他说：“老婆，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就是被你选中。”我踮起脚尖吻了吻他的下巴。不是选中，是命中注定。云墨笑了，笑得像个得到了全世界最珍贵礼物的孩子。我们在极光下拍了一张全家福，念念站在中间，一手牵着爸爸，一手牵着妈妈，3张笑脸比极光还要灿烂。回到酒店，念念睡着了，云墨搂着我坐在窗边，外面的极光还没有散去，他突然开口问我：“老婆，你后悔吗？后悔放弃那3个人选了我？”我摇摇头。云墨，我从来没有后悔过，因为你是唯一一个把我放在心里第1位的人。云墨把我搂得更紧了，声音有些哽咽：“老婆，我会一直对你好，直到我们白发苍苍，直到走不动路。”我说好，拉钩。他伸出小指勾住我的。窗外的极光慢慢变换着色彩，像是上天为我们绽放的烟花。许多年后，我和云墨都已经满头白发，念念也有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家庭。我们坐在老房子的院子里晒太阳，云墨握着我的手，手指已经不再修长有力，但依然温暖。他说：“老婆，谢谢你陪我走了这么久。”我靠在他肩上说：“老公，下辈子我还找你。”他笑了，满脸的皱纹都舒展开来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微风吹过院子里的花，花瓣飘落在我们身上。云墨闭上眼睛，像是睡着了。我握紧他的手，也慢慢闭上了眼睛。这一生，我迷彩终于活成了自己故事里的女主角，而云墨是我最完美的男主角。